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了37岁赵丽颖，再看34岁谭松韵，明明同样都是圆脸，差距咋这大？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，就拼命抓住。这是赵丽颖曾经暴露野心的宣言，也是她荣膺金鹰视后时的奖赏。有强大的内心力量，亦有明智的战略眼光。所谓强者破局，莫过如此。当同龄的杨幂玉见疲惫，故作姿态地闹嚷着转型时，赵丽颖强势飞起，鲤鱼跃龙门，赛道完全转变，摘掉流量花的前缀，是实力演员。回头看杨幂喊的那句2024作品相见，倒是像给赵丽颖提前预告。湖南那晚再赴荣耀，起身面朝半个娱乐圈的同行鞠躬致敬。小辈们、前辈们皆面露欣赏的悦色，掌声四起。尤其后排的徐纪周狂飙的导演用力鼓掌，拍得响亮，有种自家姑娘出戏的嘚瑟感。他曾用5字评价赵丽颖：天才且无量。后续没长进是虚夸，偏偏他很争气，才知他夸得精准而深刻。发表感言，一如飞天领奖时的哆嗦、磕绊，是真脑袋空空，更是出于真心，没有套模板的一板一眼，遵循质朴的初心。主办方提前搜罗赵丽颖演艺生涯的碎片，拼凑出清晰的成长脉络，从金婚到半夏，从青涩到成熟。话外音响起赵丽颖的铿锵之声，她的熬出头狠狠打脸说圆脸演不了主角，形象有局限的资本，不被框定，一步一个脚印的丈量旷野。的确，市场更流行尖脸大眼明艳型，美得很明显的那种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在上镜就被拉宽的镜头里更漂亮。而娃娃脸容易摊成饼的圆，小家子气。然而尖腮小脸款逐渐成美人的固定模板，大量同质化，通俗来讲就是烂大街。被资本冷落的娃娃脸，后来者居上，赵丽颖就是代表。就连出言不逊、到处得罪人的黄晓明新老婆叶珂，也难得嘴甜一回。1年前的直播片段流出，他说超级喜欢赵丽颖，是铁粉，喜欢脸圆的女孩。微度成瘾的他，自然羡慕原装及角色的面容。圆脸青涩时是不费劲的甜，成熟时更有用武之地，脂肪可代替流失的胶原蛋白，撑起皮香，非常之抗老。再看赵丽颖，金鹰那夜穿一袭白裙，轻盈而圣洁，依旧短发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脸没有年龄感，一种清水芙蓉般的嫩感。那双明亮有光的眼睛，连带着眼角的笑纹也生机勃勃。安静坐那，有一种我这个年纪不需要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吸引谁的沉静感。郑晓龙说她不是玩漂亮的女演员，但精致的一捯饬就是亮绝红毯的美。赵丽颖用她的圆脸在荧幕里上演72遍，是身处阴谋沼泽，始终良善，靠实干，一阶一阶升官的千古唯一女香露针，是战场搏杀所向披靡的女将军楚乔，是在深宅后院里也活得通透，用开明的处世之道警醒世间女子的六姑娘盛明兰，也是敢对着一群男人发号施令的江湖女强许半夏，是农工商王侯将相，她演了个遍。她的角色图鉴没有矫情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儿女情长，没有拘泥于家庭一方角落的苦情柔弱，都极其坚韧，钢铁般意志，野心勃勃的，一腔热忱的搞事业，女性力量爆表。演绎反派角色也能抢主角风头。宫锁沉香里的琉璃，萌媚的脸，蛇蝎的心，饱满的两颊，看似亲和温柔，其实藏满算计。天真无辜下是极致纯粹的恶。谋女郎周冬雨是焦点，不红的赵丽颖却更惊艳。张艺谋严选的电影脸也没赢过赵丽颖的圆脸。事实证明，
一个人的价值怎能用脸型轻易定义？赵丽颖用18年的泥泞打破圆脸不能演主角的娱乐圈定义。想必金鹰奖台下目睹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谭松韵，能感同身受。谭松韵也是典型的娃娃脸，圆得像用圆规量好，明明都34岁，依然灵动如小姑娘样，没有职业倦怠感，满面朝气，眼睛亮晶晶，是气血充盈的健康美，笑意盈盈时，立马想到明眸皓齿这个词，那圆润的脸庞，无一不在诠释着一个字：甜。跟关晓彤挨着坐，谭松韵倒更像年龄小的，轮廓清晰紧实，那丰润的脸部脂肪如年少时丰富的胶原蛋白，恰到好处，没有瘦的干枯，反倒胖的适度，是一种能撑得起功名利禄的福香。身着一袭钻饰抽纱礼服，香肩微露，渐显性感，周身流淌着轻熟的美好。气质尚未修炼，缺少岁月的馈赠，就是很单一的脸蛋美，不够丰富。若年龄再长些，嫩被皱纹剥夺，便没了优势。圆脸同样没限制住谭松韵的事业，她也是高质高量的拍剧，待播的就有俩古装剧制，有当初赵丽颖势如破竹的劲头。软媚的脸，坚硬的心，未来之路定是光明灿烂。2. 韵味十足，谭松韵经典角色魅力盘点。谭松韵这位90后女演员，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，在影视圈中崭露头角，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。她所饰演的经典角色深入人心，让观众在享受剧情的同时，也对她所塑造的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共鸣。最好的我们，耿耿乐观开朗的高中生。在最好的我们中，谭松韵饰演的耿耿是一个性格乐观开朗、热爱摄影的高中生。耿耿的笑容温暖而纯真，他的坚韧与乐观仿佛能照亮周围的一切。面对高中生活的挑战，耿耿从未退缩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青春的美好与不易。耿耿与余淮之间的青涩爱情，成为了多少人心中对青春最美好的想象。谭松韵用她那自然流畅的表演，将耿耿的纯真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仿佛也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，感受到了那份纯粹与美好。以家人之名李尖尖，活泼可爱又略带小任性的女孩。以家人之名中，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是一个活泼可爱又略带小任性的女孩。她与2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以及2个爸爸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。在这个家庭中，李尖尖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她的活泼与天真总能给家人带来欢乐。同时，她也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女孩，对家人的爱深沉而真挚。谭松韵将李尖尖的活泼与天真演绎得恰到好处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她。她与2位男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，也让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治愈。锦衣之下袁今夏，机智勇敢又带点小俏皮的女捕快。锦衣之下中，谭松韵饰演的袁今夏是一个机智勇敢又带点小俏皮的女捕快。她与锦衣卫陆毅因一桩案件结缘，从此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探案之旅。袁今夏聪明伶俐，善于观察和分析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案件的线索。同时，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正义的女孩，对弱者充满同情和关爱。在与陆毅的合作中，2人从互看不顺演到情难自禁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谭松韵用她那灵动聪慧的表演，将袁今夏的侠骨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请叫我总监柠檬，梦想成为投资人的女孩。在请叫我总监中，谭松韵饰演的柠檬是一个梦想成为投资人的女孩。她误打误撞成为了总裁秘书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。柠檬聪明、勤奋、有毅力，她不断学习和进步，最终在职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同时，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真诚的人，
对待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友善和热情。谭松韵将柠檬的坚韧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职场上不断努力、不断成长的现代女性形象。向风而航程潇，热爱飞行，梦想成为优秀飞行员的女孩。向风而航中，谭松韵饰演的程潇是一个热爱飞行、梦想成为优秀飞行员的女孩。她勇敢、坚韧，不畏艰难，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和拼搏。在与顾南亭的合作中，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困难，但最终都成功地克服了它们。程潇的勇敢和坚韧感染了周围的人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梦想不断努力的现代女性形象。谭松韵用她那真挚而有力的表演，将程潇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为之动容。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外，谭松韵还主演了多部其他优秀的电视剧作品，如《浪花一朵朵》中的云朵，《狐狸的夏天》中的黎燕舒等。她的表演总是那么自然流畅，让人完全忘记她是在演戏。谭松韵的每一部作品都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和热情，她对于角色的理解和把握总是那么独到和精准。正是这种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，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越走越稳。相信在未来，谭松韵将继续用她的演技和魅力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。